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明杰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学脚踏车，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洛克生活的频道主洛克。嗨，我是洛克。我们现在人在洛克家，我们今天要进行训练台骑乘教学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开始。训练台骑乘是我一直想做的专题，今天托洛克的福，我们就来进行训练台骑乘教学。所以洛克，现在你不要太兴奋，我先帮洛克开个电扇。骑训练台呢，电扇很重要，散热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做好散热的动作。这个电扇我一直搞不懂，这个0123到底哪一个是强，哪一个是弱？3是强啊。骑训练台通常是不用啰嗦了。好，就最强的开下去。骑训练台教学其实就是跟我之前推崇的乳酸阈值的训练是一样的。现在洛克呢，他正在进行骑乘。我们身体的机制，你在骑乘做高强度训练的时候，你这边乳酸就会很大量的分泌。那像我现在坐在这边，肺在这边没事，你就是这个水龙头水很小，分泌乳酸很小，所以一下子就漏掉。那你做进行越高强度的骑乘，乳酸分泌会越多。像洛克现在他在进行中高强度的骑乘，所以他这个水龙头呢渐渐的打开，这边它会有个洞，做一个乳酸排掉的机制，这书上教的。我们无论如何想要变强嘛，像洛克他就是要备战2026年228风系列东山塔，他请我当他的单车顾问。现在你要变强要怎样？就是要把这个洞练大。我们多年来就这样练。你跟人家在尬的时候，你在高强度骑乘，你可以扛得住比较快的灌水速度嘛，比较大量分泌的乳酸，那你自然就会骑得快，然后也会骑得比别人强。那要怎么把这个乳酸阈值 （lactate threshold） 英文叫 LT 啊，就是你要维持这个水杯在9分满或9.5分满。或8.5分满，上次有讲过，然后30分钟、1小时或2小时，不一定都可以。我们今天目标是骑1小时60分钟，然后你维持在这个状态1小时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训练。然后你这个乳酸阈值呢就会变大一点点。那你乳酸阈值变大，你在路上遇到那些爬坡干嘛的？你遇到爬坡，你要高强度输出嘛，乳酸会大量分泌嘛，你这个乳酸阈值够大，就可以把它排掉。相对你的对手或跟你一起骑车的人，你这个洞比较大，你自然就会骑得比较快。所以我们强调定功率训练的重要性就是这样，你要固定你这个灌水的速度啦，你固定住，你就可以维持这个水杯控制在9分满嘛。真正专业的是怎么做？就是譬如说，现在洛克骑了4分钟180瓦，真正专业会去抽血，专业的哦，职业的哦，抽血抽完，哎，看那个你血液的那个乳酸盐的浓度来判断乳酸的代谢能力是多强，那是真正专业的。对，那我们现在不用那么专业，我们用平均功率就可以判断说你这个洞到底多少。我看起来还缺毛巾呢，毛巾在哪里？你先用那个擦，毛巾很重要。我们毛巾少准备了，看起来真的是蛮热的。我们再开一次电风扇。现在寒流来呢，你没感觉寒流182瓦，你现在体感怎样？你要控制一下哦，要撑得完哦。即时心跳144，平均心跳133，我们已经骑了6分钟了。你骑训练就这样定1小时，我骑在洛克之后是可以骑到2小时，2小时功率就不用这么大，跟1小时比起来大概9折。我认为训练台最长就骑2个小时就好，不用太长，再长3小时、5小时意义已经不大。你没有时间就1小时，而有时间就2小时。针对东山塔的训练，我就这样做而已嘛。我东山塔2届总1嘛，1届第2名嘛，要经年累月的训练啊，所以洛克之前东山塔会没骑完，就是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训练，这就是基本功。你在骑东山塔的时候，你这个水杯如果一直在9分满、9.5分满，那就是对体力一个很大的伤害。这是在比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比赛的时候尽量越省力越好。训练的时候会尽量让它越满越好，因为我们在训练嘛。那比赛的时候我们会尽量越省力越好，到最后不会爆掉。现在心跳降回142，先撑过前面30分钟。所以为什么要功率计的好处？功率计的重要性 ，Garmin 踏板功率计是我的赞助。功率计的好处就是说，你可以监测灌水的速度，这非常重要。你不能乱骑，然后你也会知道你自己在骑什么。我们现在已经10分钟了，不知不觉就度过了10分钟了。那在洛克骑乘的过程，补给也是蛮重要的。我决定来帮洛克调一个碳水炸弹特调。洛克说他吃过很多胶都不习惯，唯一习惯的就只有碳水炸弹。没错。新口味哦，黑糖口味。这个水杯的大小大概就是2包，我这个已经2包加下去了，我要去倒一下水。这个2包碳水炸弹加进去之后，加水大概装满了之后，我们来做一个最重要的动作 ，shake it shake it， 把它摇一摇 ，shake it shake it。那洛克你自己喝水，然后喝完你可以放回你的水壶架上，就跟你一般那个骑脚车一样。
12分30秒，平均功率181，即时心跳142，平均心跳137，这个就是一个很稳定的输出。我们码表设定我列在这边，我只看5个数字：计时器、即时功率、平均功率、即时心跳跟平均心跳，我就这看5个。这在骑的过程通常都在心跳一定会慢慢往上，期待看到最后的那个史刷法的心跳就是慢慢爬上去，爬上去之后呢，它稳定在这边，渐渐变高，身体是有点舒服又不会太舒服，刚刚好那个状态，应该是说会不太舒服啦。你要做这种训练一定是不太舒服的，不可能很舒舒服服。像我这样坐在这边不可能进步，还是没 coding 的代志。洛克这样子盯着，我认为不用打电动，我认为不用去买软体，我认为你按那个就不赢啊，而且 Jason 啊省钱啊，这样子就很有训练效果，这样子就蛮有训练的乐趣的，因为你就是一直在追逐那个数字，用功率去追单圈功率。多年以来我就没有再花钱买那个软体。我们来到了14分46秒，有热开了吗？有热开可以再加一点点，把平均功率拉到182瓦，一拉心跳马上就上来了，很明显啊。看心跳其实训练才是最准的，因为没有外在环境的变化。使用功率训练很常做的就是 FTP 嘛 ，Functional Threshold Power。其实 Functional Threshold Power 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可以扛住多少水压的速度。书上是说测20分钟乘以0.95，我们的看法是要测1小时，也就是说你1小时可以扛得住多少的平均功率输出，就是你的 FTP。我的看法就这样。没想到洛克今天被我拐上船哦，今天就要测 FTP 测验了，而且我们是测1小时哦，不是那种20分钟的哦，20分钟这么短。洛克不小心被我拐到要做1小时最大功率测试了，现在头已经洗下去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们来到17分13秒，平均功率182瓦，心跳149了。而骑训练台很重要的是散热啦，通常我是准备供应用电扇的，甚至必要的时候会开冷气。夏天的时候18分45秒，平均功率123瓦，然后心跳又降回145，所以我们的心跳反正它就是会爬上去，你不用想下来的啦。心跳如果下到130，那没有练到啦。我们乡民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数字，就是你骑完1小时，你的平均功率有没有办法大于你的平均心跳？女生会比较难，20分30秒，1/3了哦。跑步其实也是这样练啊，你就是一个稳定配速跑啊，控制在你的水杯9分满这样子，然后一段时间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，就这样练而已啊。我认为不需要做高强度训练，我们乡民呢，我都自称乡民了，我们乡民就这样练就好了。你要选手才要用什么高强度训练、间歇训练，好，3分钟冲10秒，再3分钟冲10秒，类似之类的。我认为我们的课表不用搞这么复杂，单纯一点，化繁为简，就这样就够了。擦一下汗。如果渴了，记得要喝水，补充一下碳水炸弹。没想到洛克第一次在大众面前骑训练台哦，就被我的频道抢走了哦。骑训练台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安全。冬天有时候下雨，我们就会靠骑训练台来弥补我们训练上的不足。今天我预期是我们要往实力靠嘛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把自己往实力靠？就是你这个水杯越满，待的时间越久，这个洞就会越大。我们就强调训练品质的重要性，训练强度的重要性。你看那些高手练习，包含我自己练习，我们必要的时候会把自己推向极限。反正你要进步，一定要把自己推向极限，这是确定的事情。像洛克，他多年来都是就没有去监控他的强度，真正关键时刻，东山塔这么严格的路线，你的技能有或没有一翻两瞪眼，这骗不了人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在做基本功的工作。甚至你现在如果觉得屁股酸干嘛，你可以起来抽车一下，没关系，打重档抽车，然后核心撑住，就跟你平常抽车一样。骑训练台抽车也蛮重要的，让屁股舒缓一下，不然你久了那个也是会麻。28分，平均功率183，心跳降到147。我预期今天看200瓦有没有机会，我看嘛是阿伯阿谁加加饼呢，200瓦。我跟洛克交往最好的优点是我可以学台语哦，洛克台语非常强，而我台语很弱嘛，所以我就很喜欢跟洛克讲台语，洛克就会教我讲台语。洛克的台语的程度应该不输陈俊南南哥，因为他们从小讲台语的，什么俚语啊，他们那些都会很强。阿伯阿谁给他加饼嘛，200瓦的话，换句话说，经过了一番训练，就可以拼到1小时200瓦，甚至210瓦，甚至220瓦。我看起来没有极限。现在洛克现在50岁了，其实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尤其洛克现在练进步会非常快，为什么？因为训练会有蜜月期，那现在人都进步，这就是训练的魅力。所以东山塔没这么困难，要用正确的方法。大家会觉得东山塔、武岭之类的都可以，各方面的公路挑战赛都可以。你觉得很困难，会卡不了，会卡个呛气，而且卡个揪筋，那都是因为方法不对。所以平常要有人指导方法蛮重要的，这我的社会责任，就把这个观念跟大家讲。当然很多小细节还是要透过私底下讲的啦，因为毕竟影片不能讲这么多。现在31分半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慢慢的毫无保留了，因为已经赛程过半了。喝大
大口一点，喝大口一点。这时候碳水的补充非常重要。35分钟了，平均功率184，即时心跳150，应该会渐渐的觉得有点痛苦哦，有点不太舒服哦。那问题是说，你要变强壮，一定要这样练，不可能舒舒服服就变强壮了。你花20亿跟我买课表，说要有那种舒舒服服都没人都变强壮到扣零，没扣零这种代志。撑住哦，撑住哦，剩23分多。哎呦，不错，37分，头加到185了，现在要开始头加上去了。以前没有功率计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看心跳，身体乳酸越多，我们心脏就会跳越快，来排掉那乳酸嘛。所以没有功率计的时候，我们是看心跳来判断有没有训练达到这个强度。可是用心跳来判断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，慢。你拉高强度的时候，你心跳到跳起来，可能已经是20秒或30秒之后的事情。慢，看心跳你没办法判断自己变强变弱啊，因为我们又不是练心跳，不是说啊你心跳200好强哦，没有，是要看一定的心跳，你可不可以输出更大的功率？像小杨哥，他功率很大，可是他心跳不会很高啊，所以不是说心跳越高越强的，没有这种事。洛克稍微要注意一下，核心稳住，你越高强度越不舒服的时候，核心要稳住。如果核心没有稳住，姿势跑掉，那整个就会节奏就会乱七八糟。在做高强度的输出的时候，核心稳住，这是我一再强调的地方。即时心跳到157咯，渐渐的夹烂了哦，这个你那一个夹烂嘛。平均功率到了187了，就稍微含着一下。我一直对 Garmin 很不谅解，Garmin 为什么你们这个平均功率不做到小数点1位啊？这个很重要呢，我觉得很重要啊。如果多那1位可以看，会差很多。尤其你时间越长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啊，自己再拼一下。现在也许是187.9，再拼一下就会变成188了。所以我还是情愿啊，希望这个平均功率可以做到小数点1位就好，不会很难吧？你们那个软体 firmware 改一下就有了。所以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想要变强壮，自己有训练台的，我就推荐这个课表，你就这样做就好了，稳定的这样做就会变强壮。当然还有一些小 pebble 啊，譬如说怕避免骑车无聊，你可以看电视。很多人都喜欢看我的片子踩台嘛，我的片子就是设计在合家欢乐的。看我的片子踩训练台的话，有时候不小心笑到岔气。这时候看可不可以再加一瓦188，我们来发，好188了，是哦。好，我们即将来到48分钟，平均功率188瓦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效率的训练。经过今天的训练，下个礼拜我再跟洛克骑车，洛克应该就会感觉到脚踏车变轻一点。好，我们剩10分钟多了，好了，快没时间了，拉到189，好189了，睡哦。我们今天看有没有机会拼到200瓦，我看看我谁给他加表。今天只是一个测试，鸟瓦是正常的，就是因为一开始鸟瓦我们经过一番的训练有大瓦，这才是训练的魅力嘛。那也透过这个训练知道原来不足的地方在这边。我们时间来到51，好190了。51分钟，平均功率190瓦。接下来，洛克，我要求你渐渐的把自己骑向地狱的深渊哦。要进步的话就是这样哦。当你2026年2月28号风系列东山塔那天，你就会感谢现在的自己，现在努力认真练车的自己。好，对了，52分10秒，平均功率191瓦，即时心跳167，很低哦。洛克也是肯吃苦的呢。我一直对我这套方法很有信心。那重点是要遇到肯吃苦的，我们趁这个时候来创作一下。大家早安，哦嗨哟，ございます。看看我现在人在哪里？我现在呢在朋友家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？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洛克生活的频道主洛克。洛克现在生不如死，度秒如年哦，挥汗如雨，汗如雨下。正在把自己往死里靠，洛克再加油一点，大力点，拳很多给大家，洛克，加油，剩5分多钟了，再怎么痛苦也剩5分多钟了，把它撑下去。我看起来洛克是蛮能吃苦的，我是对洛克的单车能力我是乐观的。为什么骑车没有这么强，就普通？比如说东山塔卡门刀，不卡料嘛。就是因为不知道方法，现在有我这套方法了之后，如虎添翼。各位 be careful 哦，洛克接下来会很强哦。现在即时心跳来到170了，很近了，要拉到194，功率要拉到194，大力一点，撑住，55分25秒，生不如死，度秒如年，就是在讲现在，近点啊，194啊，洛克，对，近点，194了，我们现在194，那194就要195了，195吧唧，55分50秒。不要接，这个骑下去至少又要休2天哦，很伤哦，这个对身体很伤。可是训练就是这样，破坏变强壮，这样才变强壮。你认为休息不会变强壮，所以我们要破坏身体，当然是以不受伤的前提下。加油，拉到195，好，195了，睡，再来。
196，这时候不用保留了，即时心跳来到175了，喘出来，拼一下，洛克能吃苦哦。这时候就是训练的黄金时期，你会不会进步就是看这时候，你可不可以撑得住？是啊，196了，再来，再拼一下，more，我要更多。哎，我去环法会场，妈的那些环法的都笑，都是这样子，阿嘞，即时心跳来到177了，很劲哦，现在非常劲哦，现在全身跟烧起来一样哦，58分，平均功率196，今天应该是拼不到200瓦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训练一下。好，197了，所以198，再来198。哎，我曾经在家骑完训练台把踩掉昏体，就是这样，因为你最后要拼那个速度，喘出来。加油！剩下最后1分05秒了，再怎么痛苦也剩1分钟了。关键时刻，我帮洛克擦汗一下。啊，辛苦198，吹了，最后30秒，快199，对，盯住，加，来，我帮你擦汗。我们拉到199结束，拉到199最好要撑个5秒，因为那个Strava计算问题。加油！我们拉到199啊，洛克，全力拉到199，再撑5秒，拉到199，快点，拉到199，加油！拉到199啊，洛克，大力一点，洛克，再大力一点，咬牙切齿，用命跟他拼了，洛克，拉199，快点，加油！最后胜负如此，度秒论的，所以我说Garmin你这个要小数点1位的啦，你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哪里，加油！好，199，来再撑到30秒，好，停，好。我没想到我这辈子会帮洛克擦，美中不足差1瓦200瓦，不过这极限了，没办法。我怕洛克要达到200瓦的话会出人命。我相信你只要长期这样子操作，你就会感觉到身体变强壮。第一次这样骑，所以洛克有信心在明年东山塔前持续操作这个课表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就不赖了哦。我们接下来就会训练台，然后搭配外骑都有嘛。这样子操作的话，那个东山塔稳的啦，至少一定是骑得完啦，甚至可以24小时内。好，那我们骑训练台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